Hello， 大家好，我是 MadeWorks 的小江老师。嗨，大家好，我是凯斯洛。哇，一转眼，我们一眨眼15、16年就过去了。对，青春就是这样就过去了。你觉得我有没有什么变化？就变比较肿。真的，这是有证据的。我也是变很肿。对，你也是跟我们那时候认识的时候，大家都是无敌美少男。对，你看我看2006年，哇，现在现在是多少？2022、14、15、16，对，好久。哇，16年了好难想象哦。然后是刚好你来，我刚好搬家的时候，刚好把书搬过来了。你看有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第4届的时候，当年的金赏。对，那一年我运气很好，拿到了金赏。我那时候就记得有一件作品让我很害怕，就是有一个这个新人赏的作品，然后就是这个凯斯洛。我那时候才23岁。好久。后来我们还登在同一张报纸上面，好像是苹果日报。对。然后我那时候真的很害怕，就是有些作品就是会让人家印象很深刻。我就是眼睛一闭起来，我就记得那个新人赏的那一台是中装。对，后来你就去玩军事模型了嘛？是。其实我是蛮好奇，为什么怎么你突然就跑去玩那个军事的？朋友要出来开工作室，他觉得我很会做一些钢弹模型。原本想说会有很多钢弹模型可以做，但是他那边没什么单，就开始一直坐飞机。就全部都是飞机。对，后来就开始对飞机开始着迷。全部都坐飞机的。对，就开始在坐飞机。除了飞机有做，譬如说什么坦克啊，还是说军舰之类的？没有，都是专攻飞机。哇，那真是太棒了！因为我那时候在做这个 F14的时候啊，我就是先去买田宫的套件吧，因为我觉得田宫算是比较友善、比较好入门、比较不会失误。可是如果我全部直接做完，我会觉得似乎又少了一点什么。是，然后我第一个就想到，大概开始说，你有出什么改套都帮我寄过来。后来我就收到这个座椅，然后弹射椅，看我这样装对吗？其实这个刺破刀是应该在大只的在前面，小只的在后面。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刺破刀是什么？它就是为了可以顺利的把座舱罩顶破，所以它需要用那个刺破刀。刺破刀，对，就是说我们发生意外的时候要弹射的时候，它可以第一时间把上面的座舱，如果万一它没有破的很完全，它可以把它戳上去，它就打下去，对，爆开，不是你的头爆开这样。对。原来这是有功能的嘞。没错，如果你有看《塔布杠》第1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刺破刀是有作用，很重要的东西。后来他们是用爆刀锁，就是整片座舱罩用炸药把它炸开。所以后期的也就不一样。我们今天有机会邀请到凯斯洛来啊，就是因为我在做的时候，我发现它是14B 的椅子。对，因为你那时候跟我讲的时候，只说你要做 F14。对。然后结果后来我就很开心的记了14D 的套件。对。后来我看书看一看，我好像是要做14A。然后那时候凯斯洛还没有出14A。对，那就是我个人的这个私心，拜托你出14A 好不好？然后他今天呢就把这个14A 这个改套的椅子做出来给我们看。没错，这是业界第一次公开缘起。对，真的好爽。所以接下来就是商业机密，然后开始进入付费频道的部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聊一下你做的这个椅子好不好？好啊，那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模型就是会出现的那种原厂零件，但是它通常上面会缺少很多管线，或者是说安全带那些细节之类的。对，所以我们有一些部分就是要透过一些改造把它弄出来。你像它这个椅垫椅背这些，它原本是一些像绒布的东西，那我们就要把它质感做出来。然后它的安全带细节因为塑胶射出它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弯曲、这么复杂的结构，所以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把它整个重现出来，对，让它跟我们现实上看到的飞机是一样的。然后上面就是用了，反正你想得到的材料都有，改造板然后蚀刻片然后或者是说起爆线，能用上的都用上。哇，好细哦！它本来这根也没有，是不是？对，它后面是原本都没有，就是要自己挖空，然后自己弄。
这个东西就算你是第一次公开，别人也做不出来。哇，好细哦！做这个要蛮有耐心，而且是全手工。哇，这好厉害哦！根本就是我都看不出来。除了形状可能还在之外，其他细节全部都不一样。对啊，然后它下面的一些，它下面做的这个拉的这是什么？弹射椅的拉柄。弹射椅拉柄有3个，一个是在我们的裤裆下，然后另外一个是在头上，然后还有一个是手这边侧面可以背上。就是3个都是，就是因为弹射状况不同，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你会用到的那个状况也不同。所以第一集它就是弹不出去，对，它就是要拉那个。拉了后没反应，故障。哇，才有这么好看的剧情，对啊，才有第2集，有没有？它上面这是什么啊？它上面其实是有一个伞包，就是我们的降落伞包。这个里面有个伞包。对，它里面是有一个伞包，然后另外有一个伞包是在后面，是在我们椅背这边。对，它上面这个它会先打开一个小伞包，然后拖出去之后，它后面的这个椅背整个会打开来，变成一个降落伞。我还以为他们是开飞机开久，跟我们一样会腰酸背痛，所以会要做这个厚一点的椅子。没错。原来它每一个地方都是有功能的呢。对，它椅子因为在那么狭小的空间还要塞这么多装备，所以非常的厉害。那这一根又是什么东西啊？它那一根就是弹射的炸药跟滑轨。它在里面是塞一些，可能是炸药，也有可能是压缩空气，然后反正它是可以助力弹上去的。对，然后它椅子下面也会有炸药包。那它弹出去的时候，它不是安全带还挂着吗？对，那怎么办？它安全带挂住之后啊，然后弹上去，它其实接下来你人已经会进入到昏迷状态，因为它要弹射出去的距离太大。对，所以基本上接下来就是椅子的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它就是小降落伞，然后大降落伞。对，那它下面这一节呢，就会自己掉了。对，它会自己脱离。哇，所以这是一个高科技耶！对，这是本来就是高科技，黑科技。这是14A。对，最后它就变从这样，然后圆形，然后变这样，对，然后再变这样。我看一个。哇，这个就是它的上面的那个拉。对啊，这个这么粗是？对，那个太粗了。对，等一下，吞口水。你看我这个里面这个做的还可以吧？可以啊。然后我这么用心做出来，有没有？如果塞这个原厂的，我都会被昏倒。太粗了，对，配不上你座舱的这些细节。不是做这个田工啊，或者是做一些改套，你只要坐飞机，你一定要先搜寻凯斯洛飞机模型哦。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座舱，对，就是结构质感。太夸张了，有没有？这是商业机密啊。对，也不算商业机密，就是熟能生巧，而且我自己原型跟翻模都自己在做，所以我在做原型的时候，我就已经考虑翻模的东西进去，所以它能够最小的工件细致度能到多少，我大概都可以掌握。我都很难想象这个矽胶膜打开的时候，它为什么不会破掉？很神奇。难怪你要坚持自己翻这个东西。如果送去那种，我之前有委托过，10件里面大概有5件是坏的，超辛苦的。所以我这品牌已经做了12年，对，才有今天这个成绩。对，那我们认识了那么久，你看，我终于要开始做第一台飞机。这12年来，我都没有在凯斯洛这个品牌有所贡献，我很惭愧。不会啊，你之前跟我聊天的时候，就是然后你在坐飞机，那个是在改什么东西？对，看不懂，完全不懂我到底在做什么。对，有什么差别嘛？我最近真的体验很深的，就是我从 F14看完，然后再去把 F4的模型拿出来，然后16啊、18啊，然后每一台对，再去比对。那一天跟你讲电话，你就说，我说，你到底改了什么？他说，你去把那个原厂拿出来看一下。我一看就终于知道这个疯狂在哪里，因为我9月要把这个做带上去我有点不好意思带。第一台不是我9月不做完，我没办法做解体降机，然后我不做解体降机我会被骂。我今年如果没有把解体降机做完，我在路上可能会被打。这边这个是我最早开发的座舱改套，对，这是 F 系列的。对，你看它这个弹射也就比较
古老的版本，你要注意看它是没有椅垫，对对，因为它椅垫是背在飞行员身上，它那个椅垫就是降落伞，所以他们上飞机之前就已经把降落伞当椅垫背着，对，很辛苦，随时可能会出代志。对，这2根这里面也有，对，这是它的就是空调管的结构，不是，因为我们在飞机上面是很热，这个是你改出来的？对，改出来，然后还要翻得出来。这一条我跟你讲，我在外面看飞机啊，我现在自己因为我已经很深入的研究，我就一直在看。其实我觉得很多做军模，我就在看哪一个高手会把这个里面的这个东西结构做出来。我今天真的看到了，哇，吓死了！然后这后面是它电子舱的一些结构，对，这个都要那个找很多国外的资料才拍得到这里面的东西。而且我觉得这个翻真的是太难了。所以我们才要都自己动手这样子。然后从旁边这边你就可以比对出来。对，这2个你就可以感觉出来它差太多了。而且这一根，这是它的主要的操纵杆。对，那一根是操纵杆。这个握起来就感觉会飞。对，你看它原厂的操纵杆就是很鸟，不知道是什么。这是塑胶射出的框架残料啦。这个才是操作杆，好不好？差太多了。对，然后你看它这个还没有零件连上去的时候，那些管路什么都要整个重现这样子。这个是你翻出来的？对，这些是零件已经先连上去，这边还没有连之前，下面那些管线我们都有做。然后这是飞行员。这个我好想拿起来看一下。可以啊。这个飞行员是你也整个重雕是不是？对，因为做这个飞行员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还在弹射椅跟飞行员是分开的。对。然后后来我就想说，但你弹射椅跟那个飞行员中间会有安全带连接，那你不可能说把人放上去就了事了，因为安全带感觉没有在身上。对。所以我后来把它做成一体的。这随便做下去就。人家觉得我很会做啊，哇，叹为观止哎！那这个就是什么？它是侦察机的机鼻，它上面都是照相机。对，它前面有一个照相机，然后它下面里面也有2个，然后后面还有一个红外线照相机，然后我们都把它的结构整个都重现的。然后你看旁边这个远远这个就是放底片的。对，那个就是底片仓。对。我昨天。才在跟我们那个布莱达聊天啊，你说那个是侦察机在用？对，侦察机。我才在问他说，这里有2个好帅的东西，可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这个就是它 F14专用的侦察用的相机。真的？对，它是相机。对，我就想说，哇，这好帅啊！还好那个他不刚没有挂这一个。他通常挂这一个的时候就不会挂太多飞弹，他就是要去侦察。就是要侦察。这个也很帅。这个是雷射照准的，它就是用来投弹的时候，它用一个红外线雷射去照那个位置。先照到。对，照到之后，它炸弹会直接沿着那个沿着它点的那个位置去炸。哇，还好那个电影都没有用这2个东西。那个 Top Gun 2就有用到这个啊。我做的是 Top Gun 1，这样我才做得完。F18，对啊。其实战斗机很好玩。对，越深入上面都是学问，越深入越好玩。那再来呢？前面这个是马丁贝克 MK10，对，这个市面上那时候也是找资料找蛮久的，对，而且很多那个细节啊都是重新再修正过。对，这是它的原型，这边就是它已经上过补涂的样子。但是这是原型。也不是原型，也不是你只是帮它喷灰了。然后这边就是原厂塑胶的零件。借我一下，这个真的差太多了。然后这个比对，你随便比对一下这个细节就会差很多。对，然后这个是 AT3的，就是雷虎小组对，他们的弹射椅。然后这2个就是 F35 B 型的，可以拿起来吧？弹仓可以。好，你帮我拿好了，等一下给你运来断掉。弹仓它里面其实原本只有结构，它没有线。我知道，就跟它的，它没有雕，就跟它的那个轮仓，对，差不多吧。没错。那我们都是用一些塑胶板啊、气包线啊，然后把那些结构全部都还原回去。哇，而且那个线还有那个绞线，卷，对，然后再滚起来。对。这个飞弹到时候涂装是可以分开的。对，因为我那时候是为了做展示，所以把它先弄上去，让大家可以说原来飞弹是可以放。因为我有一些改套啊，它可能改得很精致，但是问题是它没有把这些东西弄上去，你到时候装的时候就会有问题。对，装之前我们都会先试煮过。所以
我想说的是，买你的改套是真的可以装上去上色完成的。没错，对，品质有保证。至少在目前3D 列印各家品质不均的状况下，你不会买它的踩到雷。对，我真的买了好几千块，说不定上万，有好多不能用。我自己也是啊，因为我们都有这种切身之痛，所以我开发套件的时候，我们现在都会先自己加注，确定它可以用。那这个呢？这2个是我最新开发，就是米格15的，世界上最早的实战的喷射机，米格15就是那个苏联的。那你看它一个高一个低啊，其实就是为了因应每一家厂牌出的那个不一样。对，它驾驶舱的深度有的出的比较深，那有的出的比较浅。对，那你为了因应那些深度，让客人可以选择他的厂牌去组装，所以我们把它高低都把它做出来。这个我觉得好帅哦！这个就是K36弹射椅，它在那个如果有玩军武的巴黎航空展，常常会看到它大显神威。因为他们苏联，应该说俄罗斯吧，俄罗斯他们的飞机啊，每次出事的时候，这颗弹射椅就会上场。哦，它就会第一时间弹射，而且它是00弹射椅，它可以在地面上，就是飞机上直接弹射，而且可以保证获救。它这个看起来它的结构就很那个，它很复杂，天王按摩椅的。对，就是跟其他的，一看就这个比较贵。对，没错。哇，这看起来做的就很舒服，就这些椅子，如果我们今天单纯从外形，我就会很想坐这一张。对，看起来很厉害。对，然后还有 F35 A 型的椅子，坐起来应该也很舒服啊。对。对啊，也很满呢。而且你仔细看哦，就是从最早期的椅子啊，到越后来，你会发现开始有一些人因工程，就是人体工学。对，它的椅子就越来越舒服。对。看完电影我还去买了那个 PS5里面的那个电动，那个空战骑兵。对，我每天晚上开，我已经开1-2个月了。我是坐在床上开的。哇，如果可以有一张这种真的椅子，坐在那边开这个电动，多爽！哇，太棒了！对，你有带你的那个整台的作品吗？有一些我自己的作品。好，那我们现在这个部分先介绍到这边，那一定介绍不完的，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就是可以到我的凯斯洛的那个粉丝专页，对，然后去搜寻他所有的改套作品啊，那喜欢的朋友记得支持一下。等一下我就去那个。秀黑，秀黑是说哈吗？对，没错。哇，太爽了！我的 F14无痛升级这个弹射椅，树脂弹射椅。对，我会尽我所能，好好的涂装。不过我笔图很烂，没关系。对，就尽可能啊。重点是要完成，我一定会完成，一定要完成。你下次看到我的时候，一定完成，因为我怕你。到时候会剃光头。我看一下，完了，快要到下嘴，现在对，到门牙。不会，现在几月几号？今天是8月3，823，好，9月底应该可以吧？我跟你讲了，到时候如果不行，就是本来要做5-6层的涂装，我就平喷，有颜色，这样最少要做到这样。你不会9月底才把椅子寄给我吧？不会，故意害我剃光头。我心也没有那么重。好了，那大家记得赶快上网找一下，因为我真的觉得太划算了，真的每一个我都会去买。那这一集就到这边，那下一次我们会邀请凯斯洛来开箱他的用这个改套完成的作品，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作品给我们看。好，没问题。好，那我们下次见，拜拜。